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ChatGPT 这是要卷死所有竞争对手的节奏啊！昨天呢，OpenAI 又发布了一个震惊全球的消息，ChatGPT 可以集成第三方插件了。这回呢，解除了不能联网的封印，准备开启 AI 的全宇宙时代。之前呢，大家都公认 ChatGPT 几乎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唯一的缺点呢，就是不能联网，因为它的训练数据只是截止到21年的9月，所以他对这以后的世界的了解还都是一片空白。不过这唯一的封印如今也被 OpenAI 给解除了。现在呢 ChatGPT 可以通过插件来联网了，而且添加插件后 ChatGPT 不仅会自己看网页，而且还能够和网页互动。用 OpenAI 的话说，现在呢其他的服务都成了 ChatGPT 的眼睛和耳朵。可以想象呢，后续的 ChatGPT 将会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的生态系统。虽然很多应用呢还处于早期，有待探索，但是 ChatGPT 能够拓展的领域可以说已经是无限的了。好了，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 ChatGPT 的插件能力到底有多惊人。 Today I'm going to show you how you can use ChatGPT to do some simple meal planning. First, let's head to the plugin store to install the necessary plugins. Next, let's ask ChatGPT for a restaurant recommendation on Saturday, a recipe for Sunday, the total calorie count, and to order the ingredients on Instacart. First, it's using OpenTable to find me a great restaurant for Saturday. For Sunday, it's finding me a simple recipe, and it's asking Wolfram Alpha to calculate the calories. 862, great. Now let's make the shopping list. All right, all we have to do to order the ingredients is click the link.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安装了一波插件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向 ChatGPT 提问了。比如说，我正在旧金山，这个周末我想吃素食，能不能建议一下周日按照什么食谱来做菜？请用 Wolfram Alpha 计算出食谱的热量，最后呢，在 Instacart 上订购食材。所有你需要的信息会立马完美的呈现在你的眼前。列出食谱之后呢，它还会立马贴心的帮你在购物网站 Instacart 上下单。至于需要什么食材呢， ChatGPT 已经帮你都选好了。你需要做的呢，就是付个账。这个执行能力和理解能力实在是太夸张了。目前呢 ChatGPT 官方提供的插件有3个。第一个是 Web 浏览器插件，这是一个知道何时以及如何去浏览互联网的实验模型。第二个，代码解释器插件，这是一个在沙盒和防火墙环境中执行的实时的 Python 解释器。第三个，知识库检索插件，它可以对个人和组织的文件进行语义上的搜索。我们先来说 Web 浏览器作为 ChatGPT 的第一款插件，可谓是诚意满满。这个插件呢，会使用新必应的 API， 在互联网上搜索问题的相关信息，然后给出具体的答案。比如你可以问 ChatGPT， 今年奥斯卡获奖电影的票房和最近上映的电影相比，谁高谁低？它就会立刻呢上网进行搜索，然后给出答案。ChatGPT with browsing allows the model to research real-time information beyond its training data. Let's see how ChatGPT with browsing can help us catch up on current events. ChatGPT with browsing uses the Bing API to search, and it uses a text-based web browser to go beyond just search results to actually navigate websites. It can synthesize information found across multiple sources to give us a more grounded response. Using its research from browsing, ChatGPT has given us an answer here with 2 citations. We can hover over each of the citations to see where it's sourced from, and we can even click the citation to go directly to the source and verify the claims that ChatGPT has made here. ChatGPT with browsing is calibrated to browse only when needed. In this query, ChatGPT already knows the answer and it correctly chooses not to browse. 显然呢，这是 ChatGPT 以前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此外呢 ，ChatGPT 还可以根据查询的内容判断是否需要给出必应的接口，然后我们可以通过答案中的索引跳转到具体的网页链接。虽然这个功能呢必应也能做到，但是 ChatGPT 的插件不只是能够检索实时的信息，还能够绑定 API 直接执行操作。打个比方来说，必应可以告诉你航班和酒店的信息，但是呢 ChatGPT 还能帮你直接预定航班和酒店。这个浏览器的功能呢，使用的是必应的搜索 API。微软在两个方面下了大功夫：第一，保证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第二，开启安全模式，防止检索到不恰当的内容。这个插件呢是运行在一个独立的服务中，因此呢 ChatGPT 的浏览行为跟其他功能是分开的。我估计呢有了这个插件之后呢，必应的使用量会有所下降。不过这里边也能够看到，微软开始跟 OpenAI、ChatGPT 做深度的绑定了，两边的流量呢互相导流，真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啊。目前呢，基于安全的考虑，这个插件还只能支持 GET 请求，不支持 POST 的请求。也就是说呢，它只能获取数据，却不能发送数据。此外 ，OpenAI 还做了一些爬虫上的限制，你可以通过配置 robots.txt 文件来禁止爬虫爬取的内容。如果在使用过程中呢出现点击失败，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第二个插件，代码解释器。昨天我们做了一期节目，介绍 GitHub 发布的新的基于 GPT-4 的编程工具 Copilot X。短短一天时间呢，就已经突破了7000播放，足以可见众多码农已经感受到了降维打击，开始瑟瑟发抖了。
这次 OpenAI 推出的代码解释器编程插件再次强化了嘴炮编程的能力。比如，我们可以让 ChatGPT 来编辑视频，只需要给出一个指令， ChatGPT 就会对上传的视频文件进行处理。稍等片刻之后呢，就可以直接下载了。就问你炸裂不炸裂？目前呢，这个插件使用的 ChatGPT 模型被隔离在一个受防火墙保护的沙盒中，并且会给它分配一些少量的临时的磁盘空间。当用户进行交流对话的时候呢，代码会被保存在绘画中，可以随时调用。这款解释器呢有几个特别之处。第一点，可以解决定量和定性的数学问题。第二点，进行数据分析和可视化。第三点，快速转换文件的格式。随着这款插件使用的增多呢， OpenAI 鼓励用户多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充分挖掘代码解释器的更多功能。第三个插件是知识库的检索插件 Retrieval， 而且 OpenAI 开源了这个插件的代码，允许用户托管他们自己的数据，从而在 ChatGPT 的内部来进行访问。这款插件可以通过提问，从数据中获取最相关的文件片段，例如文件、笔记、电子邮件或者是公共的文档。比如视频中通过提问来调取了2018年到2022年联合国的报告内容，并输出为一个表格。开发者可以部署自己的插件版本，并且在 ChatGPT 注册。随后呢，开发者可以选择一个向量数据库，比如说 Milvus、Pinecone、Redis 等等，来对文档进行索引和搜索。此外呢，这些信息源还可以通过 Webhook 与数据库进行同步。除了自家的插件以外呢， OpenAI 这次还发布了11款第三方插件，其中第一批插件由 Expedia、FaceConnect、Kayak、Klarna、Milo、OpenTable、Shopify、Slack、Speak、Wolfram 和 Zapier 创建。这些插件呢，涵盖了实时信息检索、订机票、在线点餐、交通导航、企业办公、流程优化等等功能。没错，标准的全家桶来了。此外呢， OpenAI 还鼓励开发者一起来开发插件。不过你首先需要加入 Waitlist 的申请，申请时呢，最好也填上个人的 GitHub 地址，这也是 OpenAI 用来判断开发者的能力的标准之一。应该说呢， ChatGPT 的插件不仅极大提升了 ChatGPT 自己的能力，也给微软拉来了一大堆的生态盟友，在这点上可能又是一次对谷歌的重大打击。 ChatGPT 插件的创建过程也很简单，分为3个步骤，分别是构建 API， 使用 OpenAI 的 YAML 或者是 JSON 格式来编写 API 文档，然后创建一个 JSON 的清单文件，定义插件的相关元数据。在动手开发插件之前呢，不妨先看一下之前提到的 OpenAI 开源的 Retrieval 项目。通过这个 demo 呢，我们可以先大致了解到 ChatGPT 插件的文件结构、API 的调用方式，以及跟 ChatGPT 的交互流程。In this clip, I'm going to show just how easy it is to build a plugin and add it to ChatGPT. We're actually going to use ChatGPT to write our plugin for us. I have a prompt here that'll work. A plugin consists of basically 3 things: an HTTP server, an OpenAPI spec that describes the server's API, and a manifest file, which we'll hear more about in a second. While ChatGPT is writing our plugin code, let's start a code sandbox where we'll host our plugin. I asked ChatGPT to write my plugin using FastAPI and Uvicorn, so I'll add those to the requirements file and restart the sandbox so that the requirements get installed. While that's happening, let's look at what goes into a manifest. A plugin manifest is a JSON file which contains simple metadata telling ChatGPT how to show the plugin to the human
as well as how to describe it to the model. Here we see that our plugin's name is going to be To-Do Demo. The description that the model will see is going to be that this plugin is an app for managing a user's to-dos. And there's some other simple metadata, such as a logo URL and a contact email address. Let's add our manifest data to our code sandbox. Looks like ChatGPT is just about done writing the code for our plugin. Let's copy it and add it here as well. Let's quickly look at the code. We don't want to run model-generated code without double-checking it. So, looking this over, this is a simple fast API HTTP server with a few routes, a route to create a to-do, a route to list my to-dos, to get a particular to-do, to delete a to-do, and so on. This looks great. Let's restart the server. Looks like our server is running, and we see that our server is hosting our manifest at this URL. ChatGPT knows when you give it a domain where a plugin is hosted to look for the manifest file at this URL. We're ready to add our plugin to ChatGPT. We see that based on the domain that I provided, ChatGPT found the manifest file, as well as the OpenAPI spec, downloaded them, and found our demo app there. Next, let's install that same plugin for ourselves as a user of ChatGPT. And there it is. Now, when I ask ChatGPT to add a to-do for me, ChatGPT is able to follow my instructions using the plugin. If I come back and start a new conversation later, I can ask ChatGPT to list my to-dos. Thanks, ChatGPT. 曾经的 ChatGPT 总是被人们称为数学菜鸡，像是鸡兔同笼这样的问题呢，总是做错，这就引起了 Wolfram 语言之父 Stephen Wolfram 的注意。这次呢，借助 Wolfram Alpha 的插件， ChatGPT 一下子翻身，变成了理科生神器。Wolfram Alpha 是一个知名的在线自动问答系统，不仅仅具备强大的结构化计算的能力，而且也能够理解自然语言。经过2个半月的时间的集成呢， ChatGPT 现在已经获得了 Wolfram 的计算超能力。1月份 Wolfram 曾经用 ChatGPT 演示过一个简单的例子，从芝加哥到东京有多远？不过呢，生成的结果是错误的。现在呢，加入了 Wolfram 插件之后呢， ChatGPT 的能力立马增强了，不仅生成了正确的结果，而且给出了可视化的图片。你甚至可以通过点击使用 Wolfram 来查看这个答案给出的前后过程。同样呢，此前 Wolfram 就注意到，在 ChatGPT 回答的时候，经常会捏造一些看似合理但却是错误的数据。不过在集成 Wolfram 的插件之后呢， ChatGPT 可以输出一个正确而且是权威的答案，甚至还能用 ChatGPT 来做图表。Wolfram 还给出了一个全景图，列举了你可以用 ChatGPT 加 Wolfram Alpha 能做的事情，就问你牛不牛逼吧。2022年4月， ChatGPT 之父萨姆奥特曼就曾经说过，我们需要为这种新的计算机界面命名，用自然语言告诉计算机你想要什么，然后直接让他们执行操作。大家有什么想法吗？或许在那个时候啊， ChatGPT 的插件系统就已经在他的脑海中酝酿了。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也表示， GPT 模型呢是一种运行在文本上的新型计算机架构，它不仅可以与我们人类交谈，也可以与现有的软件基础设施交谈。 API 是第一步，插件是第二步。李飞飞的高图，英伟达的 AI 科学家 Jim Fan 激动地说，如果说曾经 ChatGPT 的横空出世可以看作是 AI 界的 iPhone 时刻，那么今天第三方插件的集成就是 iOS 发布 App Store 级别的事件了。还有网友称呢，这是 ChatGPT 宇宙的开端。微博大 V 木瑶惊呼，用自然语言生成插件，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疯狂的系统。最后呢，他发出预言 Python 已死。就连微软副总裁约瑟夫麦赫迪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我们谁都不曾想到这个3月会如此的疯狂。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兴趣的小伙伴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